如果孩子把饮料当水喝，就等于是慢性自杀。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，这个是一个色母片，色母片对色素有很强的吸附作用，能轻易地吸收饮料里的色素。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，尽量避免色素含量很高的饮料哦。各种食品饮料都添加了防腐剂、色素、甜味剂等，用来延长保质期，改善色泽与口味。长期过量摄入会损害身体健康，甚至可能导致慢性中毒或者是癌症。这敢吃吗？这样打会不会中毒啊？不管它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还敢吃冰棍吗？先加入色素、增稠剂和乳化剂，然后把它们倒入模具中，最后放入冰箱冷冻1晚上就做好了。像这样的冰棍，尽量别让孩子再吃了。在中国大陆，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，从地沟油到有毒奶粉，各类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，影响着消费者的身心健康。在过去几年时间里，中国已经发生了数百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，涉及不法商家使用劣质原料、添加有害化学物质等严重的问题。以后再吃丸子，别要这个丸子了。你看这丸子多恶心，里边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些丸子咱们都吃过吧，恶心吧？尤其是咱们的孩子最喜欢吃，太多的科技与狠活了，太多的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些黑心商贩们，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这种食品你会给你的父母吃吗？你会给你的妻儿吃吗？我就想问问，有没有部门管管他们？这个视频恳请大家点赞转发，曝光他们，让我们共同守护食品安全。我们食用的一些酱油是由头发加工而成的，你还敢吃吗？国内一些小厂、小作坊为了省钱省力，直接就略过了发酵这一个过程，用人体毛发或者动物毛发提取物，将里面兑盐、兑水就做好了。因为头发和动物的毛发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动物性蛋白液，就是所谓的氨基酸肽氮，用它做酱油可以直接省略掉发酵。很多发廊的碎发都有人收购，假如去问他们要碎发做什么，他们回答基本上都是长发做假发，碎发做酱油。之前呢，有人采访在小作坊工作的制作酱油的工人，他们都说做酱油过程很脏，他们一般都不会吃这种酱油。工厂里的人说，他们每天要消耗大约10吨头发，即使这样，生产氨基酸所需要的头发仍然供不应求。在他们的车间里，景象简直无法直视。工厂车间的环境极其恶劣，到处都是成堆的头发，这些头发根本没经过任何处理，里面还有用过的棉签之类的。这些头发经过粗选后直接用来制作氨基酸液，这些氨基酸液被运到附近的酱油生产作坊，最终制作成酱油。老板也说，这样最起码会降低1半以上的成本。都说这菜有蓝矾，我这是今天早上在菜场买的菜。我们再拿一块干净的毛巾啊，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毛巾。我们在这儿拿一个这个大蒜，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蓝矾啊，全程都是，看看到底有没有蓝矾。
哇，好明显啊，真的有蓝矾。听说这个吃了是致癌的。工人刺破塑料袋，黑乎乎的液体倾泻而下，掉进下方的搅拌机。这正是制作孩子们爱吃的汉堡馅料。大量的科技与狠活是丰富口感的关键。工人把廉价的冷冻肉糜放进搅拌机，再加入肥膘增添肉中的油脂，做成这种细细的长条。另一边，工人把一堆增香、增稠、增味剂放进搅拌机，与肉条一同充分搅拌，最后加入面包糠搅拌混合。高效率的机器不到半小时就调味出了汉堡的肉馅原料。接着肉馅被投进料斗机，顺着下方的金属模具被压制成一个个圆形肉饼。肉饼随着传送带缓缓前行，进入高温蒸汽机蒸熟，同时呢也会蒸掉部分的水分，接着进入烘烤箱。随后成型的肉饼沿着传送带被送往急速冷冻室，迅速降温并锁住里面营养，之后就可以打包装箱了。它们将售往各大市场和餐桌。这样用碎肉和边角料做成的汉堡，您愿意吃吗？一些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食品也进入了中国的校园。近日，广东汕尾市与山东济宁市相继发生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，多名学生被紧急送医。9月12号，山东济宁兖州朝阳中学多名学生疑似食用了校外配送的汉堡，出现呕吐、腹泻等症状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。有家长说，学校有2个窗口卖汉堡，听说食物已经变质了。我家亲戚孩子吃了一个，中午就挂了2瓶点滴。根据家长透露，部分学生病情严重，甚至还出现了昏迷，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。还有教师也因食用同样的餐食而中毒，一位怀孕教师被120急救车送医。由于就诊人数众多，兖州市多家医院陷入了瘫痪状态，不少家长不得不带孩子前往济宁市医院寻求治疗。家长们纷纷表示，几乎全校中毒，轻症是呕吐腹泻，重症直接进 ICU， 昏迷休克的都有。我儿子刚输完液，好几个孩子都进了重症监护室。而就在此前一天，9月11号，广东汕尾市普宁华美实验学校小学部也爆出了类似的事件。94名学生在学校食堂用餐以后，出现呕吐、腹泻、发烧等症状，被陆续送往医院治疗。校方并未统一发布事件通报，仅以孩子身体不适为由，私下通知家长接回。根据家长反映，到医院后才发现同校学生大量聚集就诊，怀疑食物存在安全问题。孩子们反映，当天中午食用的鸡翅没有煮熟。还有的家长说，老师说我孩子没事儿，其实呢已经拉了7次肚子。9月12号，陆丰市教育局发布通报称，共有94名学生陆续出现肠胃不适症状，并且送医。目前呢，已有85人返校或返家，另有9名学生在家长要求下留院观察。中国校园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出，上海多所中小学学生家长反映，校内午餐口味差，甚至还发臭。由于学校禁止自带餐食，学生只能吃由指定配餐公司提供的统一的午餐。这家配餐公司垄断了全市500多所学校的供餐业务，家长多年投诉无果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家长纷纷发声，说学校提供的午餐难以下咽，甚至呢像猪食。主食多为油炸冷冻肉类，如炸鸡排、鱼条、肉丸、蛋饺等。蔬菜以包菜、土豆、豆芽等廉价品种为主。有家长表示，原以为涨价后的 AB 餐会有所改善，结果还是那副模样。荤菜只有油炸鸡肉，蔬菜油腻腻的，孩子根本不愿吃。另一位家长则说，我家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，校内餐从没吃好过，这不是个别现象。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学校不允许学生自带饭菜，也禁止家长送餐，导致部分学生因长期营养摄入不足而出现低血糖症状。开学仅2周，就多个班级出现学生晕倒的情况。有家长反映，孩子在家里还热乎乎的，一开学就瘦下来了，9年来一直如此。9月15号，普陀区、徐汇区等地的学生反映，当天午餐中的虾仁炒蛋散发异味，被临时撤换。学校以饼干和面包作为替代。有学生吐槽称，虾呈黑红色，臭味扑鼻，像是从清朝挖出的剩饭。9月16号，闵行区某小学学生在食用午餐后出现呕吐反应。家长邵女士表示，女儿吃到的菜有明显臭味，其中一道菜过咸，萝卜汤则散发异味，
看着就让人反胃。另外呢，还有网友爆料称，该配餐公司提供的食材中曾发现头发、塑料等异物，蔬菜发黄腐烂，肉类疑似激素含量超标。一位班主任透露，班里近半数学生午餐只吃几口，大量食物被浪费。下午上课时，时常有学生走神犯困，营养跟不上，哪还有精力听课呢？这家名为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配餐企业，是通过政府招标进入校园供餐体系的。家长们表示，10多年来不断投诉该公司，但始终以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回应，问题未见改善。截至2024年，该公司已覆盖上海16个区的逾500所中小学与幼儿园，日供餐量超过了50万份，占全市学生餐市场的约30%。网络评论中不乏质疑声音，绿捷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多年投诉都撼不动。据说高管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，背后是谁没人知道。今天揭秘我一个厨师朋友店里面的科技版海鲜砂锅粥，做法简单粗暴，3块钱的成本卖28元，看了我都想骂他是奸商，你知道吗？废话不多说，我把他的做法演示一遍。大家如果以后在外面碰见这样粥，可以及时避坑。首先起锅烧水，放入2只冰冻死虾和几个活发甲，这些食材成本2元左右，然后捞出备用。再重新烧点水，放入昨天的剩饭，搅拌均匀。此时放点盐增加底味，再来点胡椒粉，接着再放点科技风味蟹黄膏，这玩意儿其实和真正的蟹黄没半毛钱关系。再来点粥用增稠料，也就是防原胶，来增加粥的浓稠度。再倒入刚刚去好水的死虾和发甲，接着来上一滴海鲜香精油，这个粥的海鲜味道嗷的一下就起来了。最后再来点汤力鲜，里面成分是橙味和冈三二辣，是味精爷爷的爷爷，鲜度有了，海鲜的味道也有了。就这样一份科技版海鲜砂锅粥就做好了。最后倒入烧热的砂锅里面，撒上葱花就可以上菜了。盘点几种街头常见的垃圾小吃，父母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。第1名，烤肠。街头烤肠用的肠一般成本极低，这些肠大部分是用些动物肉的边角料，再加入淀粉、色素、香精、保水剂、明胶、卡拉胶等食品添加剂，堆叠混合的产物，还会放亚硝酸盐来防腐。有的小作坊生怕给你吃坏了肚子，还会体贴的给你放入一些止泻药。第2名是麻辣烫。麻辣烫汤水会一直的反复的使用，从而会累积大量有害物质，其中呢，亚硝酸盐和草酸含量会不断上升，而且很多麻辣烫小摊卫生不过关。第3名是铁板鱿鱼。为了保持色泽鲜亮、新鲜肥大、脆嫩爽口，很多铁板海鲜都会用工业烧碱和双氧水来泡发，然后呢，滴入福尔马林保鲜。福尔马林是明文规定的不可以用于食品的，它不仅非常刺激消化道和黏膜，而且还可致癌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